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最近日本的天气真的好热呀，然后小马每天也是一出门就被热得晕头转向的，恨不得天天待在室内不出去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炎炎夏日里，我准备来给大家拍一期清凉的视频。大家可能看我拿出来的这些包已经猜到了哈，就是都是灰色，然后蓝色还有紫色，都是冷色系的爱马仕。然后这边呢还混进来这个白色哈，虽然不是冷色系，但是呢，夏天嘛，感觉对白色感兴趣的宝宝应该还是挺多的，就把它带进来。今天我们一起讲了。然后像一些很相似的颜色呢，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对比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内容还是超级多的。那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始吧。这个鲫云灰呢，肯定是很多人都对它很感兴趣的，因为是很忒斑的灰色系，而且是今年的新色嘛，所以一出来人气度就是非常的高。那我手里的这支呢是 Togo 皮的银扣的 Birkin 25厘米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灰色里有点莫兰迪色的那种雾蒙蒙的感觉，很符合它的这个名字哈。这个大家肯定都认得，是大象灰色，是爱马仕的3大金刚色之一。大象灰色的人气呢，一直都是稳坐灰色系的第1名。我个人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里面带着这个暖调，调色呢调得很妙，很好的中和掉了灰色原本给人的那种很高冷的感觉，是一个既稳重又温柔的颜色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吸气灰。吸气灰在基于云灰出来之前，一直都是仅次于大象灰的非常热门的颜色，因为它和大象灰的风格呢，其实相差还蛮多的，所以比较喜欢冷色调的宝宝可能会比起大象灰更偏爱它一些。如果说大象灰是温柔百搭，那这个七系灰呢，就是更加的帅气，适合有个性的宝宝。然后现在呢，其实在网上，非常多的人都说新出的这个鲫云灰色和七七灰色是非常像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做一下对比。那同样，这个是2个都是 Togo 皮，可以看到这个鲫云灰比七七灰色呢更浅一点。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色调呢会更冷一点。我看到过有些人说鲫云灰这个颜色呢，就是实物有一点发绿，但是我个人看呢，还没觉得有绿色掺在里面，我是没太看出来，好像特别仔细看有那么一点点哈，你们觉得呢？其实灰色的爱马仕包呢，保值度一直都是很不错的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大象灰嘛，毕竟是金刚色，肯定是灰色系里面最保值的。鲫云灰呢，因为是新出的颜色，热度还很高，所以市场价值呢也是很不错的。其实他们2个的话呢，我觉得市场价值还差不多吧。那要是让我给他们排名的话，仅代表小马个人的喜好哈，就是大象灰大于七七灰等于鲫云灰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问我这3个颜色怎么选，我的建议就是，要是你还没有大象灰呢，那最好还是先入手大象灰。如果你已经有了大象灰的包，或者你本来就更偏爱冷色调的灰系，再加上保值度对于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的话，那七夕灰和鲫云灰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接下来蓝色军团，蓝色军团比较庞大哈，我把目前我能找到的蓝色爱马仕基本上都找出来了，那我们就从浅到深开始讲起吧。先看这个最浅的，这支圣杯蓝。这个颜色呢，我记得是2014年出的，当时刚出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它特别的鲜，是这种带一点灰的那种蓝色，然后呢，饱和度呢又很低，整个看上去呢就是很清爽，没有什么攻击性的这种颜色，再加上 mini lindy，这么可爱的包型，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夏天背，然后搭配白色的衣服哈，肯定特别的好看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马卡龙蓝，它是圣杯蓝的后一年，也就是2015年出的。春夏出的，也就是2015年春夏出的颜色。个人觉得这个蓝呢和它的名字一样可爱，特别的活泼，然后特别的有 genki 的那种感觉，也是更适合春夏拿出来用的。我之前出过一个穿搭视频里也有用到过它，当时呢是配了一身很休闲的郊游装，然后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哈。然后呢还有一个蓝色呢，我觉得跟它是有一点像的，那就是这个。就是这只包上的
这个颜色有看到吗？这个颜色呢叫做北方蓝，然后呢也是像马卡龙蓝一样的饱和度是很高的。然后这只 Barking 呢其实还出过红色还有金色，前面呢也是用这种不同颜色拼出来的菱纹格，它是2019年的一个限量款。我手上这只蓝色呢有个我觉得很贴切的名字，叫做墨水蓝。大家看这个蓝是不是很像钢笔墨水的那个颜色？但是现在的小孩感觉都不用钢笔，也不需要墨水了吧？那说不定以后爱马仕还会出过什么苹果星空灰啥的。刚才扯远了哈，那我们继续讲蓝色。下一个呢就是法国蓝。这个法国蓝，聪明的朋友们可能已经猜到了吧？叫这个名字呢，是因为这个颜色跟法国国旗里的蓝色是一样的。其实我之前会觉得这个蓝色有一点点难搭，但是就是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拿它配了一件浅蓝色的上衣，然后穿了一个白裤子，就很干净，然后又很有层次感，还蛮好看的。哪天我也准备试一下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蓝，它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，叫做海洋蓝，日文呢叫做 Blue Thalassa。Thalassa 在希腊语里是海洋的意思，而且呢，海王星的第4卫星也叫做这个名字，所以我个人每次看到这个蓝色，就能联想到大海和夜空，给我一种很舒缓、很平静的感觉。这个颜色呢，最早是在2003年出的，那已经将近20年前了吧。虽然一直以来呢都不算很热门的，产量呢也特别的少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喜欢这个颜色的人呢，本来就不是那种随大溜的，就是那种与世无争的感觉，是不是形容的有点太抽象了哈？懂的人应该懂。好了，我们送走了蓝色军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2个紫色。我个人觉得呢，跟蓝色相比的话呢，紫色会多一点艳的成分在里边，就给人一种冷艳的感觉。但是我手里的这支 Mini Kelly 它是P9海葵紫，在紫色系里边属于比较柔和的那种吧。网上呢也把它叫做人间富贵花，但是我个人感觉拿它的时候，如果身上再叠加很多其他颜色的话呢，会比较容易变得艳俗，所以我一般呢会搭配同色系或者是比较简单的白色、灰色，然后款式也尽量简洁一点的衣服，然后就把它呢作为整套穿搭的一个亮点，看上去会更加的有高级感一些。今天呢还有一个紫色的包包，就是这个。刚才小助理也说，哦，这是紫色吗？这不是黑色吗？大家肯定会觉得它是一个黑色的。这个颜色呢，其实它是葡萄紫，而且我这支呢，因为它是鳄鱼皮的，所以颜色比普皮还要再深一点。就是在室内看的话呢，它其实跟黑色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在那种室外，在阳光下这样晃一下，其实紫色还是蛮明显的。在皮的纹路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还是会看到它是泛着紫色的。我个人呢，其实还是挺喜欢这个颜色的，感觉低调里带着一点神秘的感觉，而且亮面的鳄鱼皮本身就是比较高调的，但是和2代这样的小包搭配在一起，就很适合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拎，既不会太扎眼，然后也能压得住场。那因为夏天嘛，想用白色包的朋友肯定也是很多的嘛，然后我前面的这3个颜色是最有人气的3个白色，分别是奶油白、纯白色还有奶昔白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。当然了，因为它们3个皮质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不能说是最准确的，但是还是能看出大致的区别的。那我就把这个纯白色的放在中间，这样看得比较清晰一点。那以它为标准，可以看到奶油白和奶昔白都是有点偏米色的，奶油白呢是更亮一点，很活泼，很可爱的感觉。那奶昔白呢就带了一点点灰调调在里边，相对来说呢更柔和一些。然后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白色包包的保值，其实白色系爱马仕的保值度一直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特别是我前面的这3个白色，市场价是不输于金刚色的。不过呢，白色比较容易有瑕疵嘛，
而且用久了的话会有一点点泛黄，所以宝宝们在保存和使用上还是要多加小心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小马觉得爱马仕真不愧是调色大师，光对色彩的研究就是很多品牌都无法超越的。而且我觉得不单单是颜色调得好，他们这个名字也起得很到位，像积雨云灰啊，还有海洋蓝啊，就是能让人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还能产生联想。那不知道今天哪个颜色让你印象最深刻呢？你又最喜欢爱马仕的哪个颜色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小马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